接下來關心全國產晶片 AI 的模型，現在突然間橫空出世了，在中國大陸。那麼北京也另外反手要來封殺美國的 H200軟體，希望去西方化。中美科技戰正式翻篇，今天一起來做解讀。好，川普現在呢最新喊話，他說要有條件的，終於是要來放行他的 H200了。沒有想到，我們看中國大陸立刻出現了一個逆襲，直接端出了一個完全不用靠美國的成績單。他是誰呢？他就是中國 AI 的新創智譜，現在說要跟華為一起合作，他們正式的發布一個是完全國產的新一代圖像生成模型 GLM Image， 好，包括了接下來從晶片到框架、訓練到模型，全部100%都是國產化，完全不把這個有條件放行的 H200放在眼裡，也等於是對美國的科技封鎖來做出一些回應。我們來看到這個 GLM Image 特別使用的東西，包括了它有这個來自於升騰的訓練服務器，還有深思的框架跟多元的模型。重點來了，生成一張圖片其實只要0.1元的人民幣，被視為中國大陸把 AI 從這種高端的奢侈品一下子變成了工業化的耗材，打斷了美國高端的這種算力壟斷的神話嗎？代表說頂級 AI 接下來不用再看美國人的臉色嗎？那這個 GLM Image 到底有什麼樣子厲害的地方？為何能把成本壓得這麼低？委員怎麼看？我們首先解釋一下什麼叫 GLM Image 哈，這個 GLM 就是通用語言模型，就 General Language Model， 就是用語言在跟機器對話的過程裡面可以產生圖像。我用中文講，我用英文講，什麼語言？告訴他說，你幫我畫一張思敏的畫像啊，他就幫你畫出來。這個基本上是一個很複雜的一個 AI 的運作方式。如果是圖像到图像簡單，語言到圖像，這有時候會難度會比較高，特別是中文的語言。那這一款由智譜跟華為共同合作的 GLM Image 哈，它是用系統來跟什麼？跟美國的系統競爭。如果晶片對晶片，可能美國會比較強，但是整個系統的時候，它就是截長補短，變成它有競爭力。但它使用的機器是什麼？用升騰的 Atlas 800TA2，這是什麼意思？這是一個伺服器，在訓練伺服器，專門在做 AI 訓練用的。然後它裡面裝什麼東西呢？它裝了一個華為自己做的鯤鵬 CPU， 很強的 CPU， 不 GPU 哦。它 GPU 裝在另外一個伺服器中的伺服器。啊，叫做 4U AI 伺服器，那裡面裝的就是這個升騰的 GPU 晶片哦，它是這樣的一個一層一層架構上去。那這部是硬體的部分，深思的 Mindspore 是什麼？他說的好了，我這個晶片可能跟你無法競爭，我就用一個統一架構，讓我的這個這個訓練伺服器跟周邊設備所連成的終端所連成的整個系統啊。效率可以贏你，我截長補短贏你。那這個就是那個深思所設計的 Mindspore 的統一計算架構，你就把它想象成 iOS 啊，或者想象成這個華為鴻蒙啊這種概念，那就可以哈。那再來呢，會完成 SOTA 級的多模態模型訓練，就是 SOTA 就是即使我不要以為什麼專利，它叫 State of the Art， 它是叫 SOTA 啊，就是目前最頂端的圖像，比如說。太空廠的設計，航空母艦的設計啊，不是一般的這種所謂的，哎呦，幫我畫我母親的圖像，不是那麼簡單的，這種很複雜的圖像的一個設計啊等等，那叫 state of the art， 就是說我們這個系統裡面，當前行業上最頂級的圖像生成是什麼樣的圖像生成？3D 啦，或者是3D 類什麼東西之類的東西，可是重點在成本，他用這一套的全部都是國產的。把成本給壓縮到一張圖，當然他沒有講這一張圖是什麼圖啊，是0.1元人民幣。我老天娘，打遍天下無敵手啊！哦，這是打遍天下無敵手。就是即使再複雜了，你這種最基本的都是0.1毛的這個人民幣，再複雜了也是比你美國的便宜啊。那便宜的話，工業界就可以用。因為你的太貴了，工業界想讓我實驗室用就好，我生產線用量那麼大，對不對？我要節省成本啊，所以這樣一來的話，它接上3D 列印啊，
接上各種機器人啊等等，很抱歉，它就是成本比你便宜，那效率一樣，成本比你便宜，我就可以在業界生存。所以華為啊，這個大陸上有很多新創的 AI 哈的這些公司哦，很複雜。那如果像智譜懂得切到這個 blind spot，就說，哎呀，你這個有一些 GPU、CPU， 一下子什麼訓練伺服器，一下子 AI 伺服器。還有終端使用，還有在遠方也要上來使用，這麼複雜，我來設計一個統一計算架構，就是鴻蒙系統那種概念。那我只要讓很多操作的很方便，不用太複雜。比如說醫院用的，它也可以用；工廠用的也可以用；那太空船發射的也可以用。那請問你？我需要那麼多那個什麼 AI 程式設計師嗎？我成本都整個降下來了。是。那總共來講，能夠到達 SOTA 級的，那是頂端的東西。好，所以我們看到這個是完全的全國產的晶片 AI 模型橫空出世。那剛剛說了嘛，價格低到不行，一張圖片生成只要0.1元人民幣。那現在美國如果說要放行 H200，對於中國大陸來說還會具有吸引力嗎？我們看到是路透社爆料的說，中國海關已經通知輝達 H200了，不准入境。就算你美國開放，但是中國大陸方面現在態度是說，除非必要啦，否則是一律暫停購買的。其實呢，美國當時在放行 H200之前，還有非常非常多的限制，一共是3重限制。第一個技術閹割，第二個用途追蹤，第三個是總量限制。結果沒有想到大陸是完全不要了。賴老師怎麼看？大陸當然知道美國想要幹嘛，美國也要透過這個 H200要掌握你的 AI 的發展方向，跟 AI 的這個使用的一個途徑啊，他也想了解透過 H200來掌握中國大陸 AI 的發展現況。所以他當然希望你使用，可他要完全掌控你是放在哪裡。那對大陸來說的話，因為美國的法律有規定，他們的所有的數位產品都必須要留有後門，給他們的情報人員可以去無限制的、自由的進出，從後門進出去了解這個使用者他的所有的相關的產品，任何通訊產品、任何數位產品都在他們的法律規範之內。那當然，黃仁勳一直在強調說，他的晶片絕對沒有後門，他一直在強調，但是法律有寫。可是黃仁勳又強調，他絕對遵守美國的法律，那這個就很特別了嘛。遵守美國的法律，又說沒有後門，但是美國法律規定要有後門，那這怎麼解釋？到目前為止都還沒有解釋開，沒有解釋開。對大陸來說的話，他知道美國為什麼會突然間從 H200從 H20提升到 H200，那就是因為中國大陸的910C 也已經發展起來了，也就是中國的升騰的910C已經出來是對標的，910D 也出来了。那這樣的情形下的話，你在控制 H200的意義不大了。對美國來說，乾脆的釣魚它有3重的功能。第一個就是我來掌握你的發展，我如果真的有後門的話，我掌握你使用者，我控制住你。這樣的一種情況，就是我們講的所謂的產品追蹤。那麼如果有後門，哪一天我從中來竊取我所要的資料。所以大陸這邊的限制很明白，就是而且已經開會了昨天就開會了，把業者都找來，而且據說是態度很堅決，而且很嚴厲的，也就是誰違反誰試看看，誰偷偷的想方設法的弄進來，誰違反誰試看看，那也就是這個等於是一種警告了。對，那我相信這種警告是絕對有效的所以如果要進來的就有大學可以進來，但是要經過特批。那因為你大學你要進這個東西，你要做研究H200或者研究這個黃仁勳的 NVIDIA 它是怎麼運作的，那可以。可是如果你要把它用在商業用途不行。那美國的目的在哪裡？美國的目的是要打趴你的這個 H200的相類型晶片的一個發展，也就是 AI 晶片的發展產業，不讓你中國有活路，因為他知道阿里跟騰訊還有他們百度，他們也要自己要做自己的 AI 晶片，他不讓你有晶片發展的空間。那他也知道華為已經做出來了，他不讓你有空間，所以在這個時候賣，你賣中國大陸告訴你不能進，
那不能進的話，等於是保護了中國大陸自己的產業，因為它根據的是你的歧視性行為，根據國家安全法，那你美國的產品不能賣，也沒有違反 WTO 的規定，因為這是你美國設的遊戲規則，我就按照你的遊戲規則用在你身上。這個對黃仁勳的消息來講，不是一件好消息，所以它股票蹦一下就往下挫，就是因為這個原因。是，好，這個是中國大陸對於這個美國的西方的晶片的一個封殺。那其實不只是對於 AI 晶片的一個封殺，現在呢是說連這個有關於來自於美國跟以色列的相關的，包括了資安的軟體也要完全封殺，而且封殺的這一些軟體商都是重量級的，其中一家包括了博通旗下的公司哦，理由當然還是以國家安全為由，一次封鎖12家來自於美國跟以色列的資安企業，要完全去西方化嗎？李將軍怎麼看？中美科技戰哈，原來都是美國在卡中國的脖子哈。那主要那時候中美科技戰主要限制的，我們講小院高牆，大概就是主要是在晶片方面哈。但是沒想到現在中美的科技戰已經擴展到資安的軟體工程哈，也在做這中美科技戰。那現在我覺得這個以前美國對中國哈，這個通常都是用國家安全為一個借口，為一個理由來卡住中國脖子，不將這些晶片或者將技術提供給中國。現在沒想到中國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也以國家安全的理由來反制中國，然後限制自己國內總共的各個企業不可以買這資安軟體哈。這資安軟體事實上顧名思義，如果軟體工程來講的話，跟硬體最大的差別就是說，主要靠的是腦袋嘛。那如果說中國的工程師這個資訊工程師有這個能力給他假以時日來講的話，他一定可以設計出相關的資訊安全的軟體，所以不見得都要跟你從中國買。我覺得從這方面，從軟體來着手跟美國做一個對抗，是最容易下手。硬體的部分，或許你限制於艾斯摩爾的光刻機啦，或者是晶片的設計，可能還有很多的門檻要卡住。但是軟體純粹就是靠智慧、靠腦力來設計，所以說中國從這方面來着手，確實是對的。那目前我們看到中國總共美國來講是博通這家公司，它旗下的相關的企業，還有以色列這個 Checkpoint 它底下企業來做這個管理跟限制。中國自己本身來講，國內的企業夠多，它市場也夠大。我想，如果說將美國跟以色列這些資安軟體公司限制在外，那也可以鼓勵自己國內的相關資訊工程的這些設計更好的資安的軟體提供國內企業來使用。那我也相信中國自己有這個市場，它應該可以發展做得出來。然後當然對美國來講的話，他們就少了一個市場，少了一個生意。好，謝謝李將軍。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盡在環球